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之夏，欢迎来到乐龄养生。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牵动很多长辈的话题，政府发的那些补助，我们到底能不能领到？尤其是那一笔每个月可能高达7000多块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我敢拍着胸脯跟您说，今天这集影片，您要是认真听完了，很可能会有一种原来如此，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太多的叔叔阿姨都卡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觉得我明明不宽裕，但好像又没穷到那个地步，政府应该没我的份。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挡在了福利的大门外，眼睁睁看着该得的钱流走。今天之夏就要让您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您到底有没有资格，以及该怎么把这笔钱安安稳稳地请进自己的户头里。您的经济状况在社会上属于中等偏下，不需要到赤贫的程度就能够得到支持，这正是为广大有房住但现金流紧张的退休族量身打造的设计。更关键的是，您知道吗？这个审核的标准，它不是铁板一块，它会跟住物价，跟住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一起调整。在我们开始之前，之夏要真心拜托各位长辈，动动您的手指，给我们的乐龄养生频道点个关注，按个赞。您的一个小小举动，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今天我们会聚焦3个最核心也最让人头疼的问题。第一，资产观，到底家里有多少存款，有房子还行不行？是不是名下有房就一票否决？第二，收入观，那个听起来就复杂的全家总收入是怎么算的？嫁出去几十年的女儿，她赚的钱也要算我的吗？失联多年的儿子还要算他吗？第三，实战观，如果准备好了去申请，却被打回来，难道就没有挽回余地了吗？有没有什么救命锦囊可以让案子起死回生？首先，我们得把最实际的问题摆在前面，这么麻烦去申请，到底每个月能领多少？值不值得我花时间跑公所？这里之下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非常值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它分2个等级发放，就像考试有甲等、乙等一样。第一等是给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长辈，每个月可以领到新台币7759元。第二等是给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但也确实需要帮补的长辈，每个月可以领到新台币3879元。我们来算一笔生活账，每个月多出将近3800元，一年下来就是45000多，这笔钱够付一整年的水电瓦斯管理费还有剩。如果是每个月领到7759元，一年下来就是93000多，这笔钱用来支付日常买菜、营养品、看医生拿药的开销，能减轻多大的压力啊！甚至一年规划一次轻松的国内旅行，和老朋友聚聚，都变得可能。这绝对不是一笔可有可无的小钱，而是能实实在在提升生活品质、带来安全感的及时雨。那么，到底要跨过哪几道门槛，才能领到这笔及时雨呢？大家别担心，我们把它分解开，一关一关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总的来说，政府主要看3大块：年龄、全家收入、全家资产。第一关年龄与户籍是最简单明白的，只要您年满65岁，并且您的户籍设在您要申请的那个县市，那么恭喜您的一关轻松通过。这关没什么技巧，就是看身份证和户口名簿。真正的难点从第2关开始了。全家平均每月收入，这是卡住最多申请者的关卡，也是误会最深的地方。政府的规则是，您全家人平均每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必须低于您所在县市最低生活费的 2.5 倍。这句话听起来很官腔，之下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政府先算出在一个县市活着最基本需要多少钱，然后把标准放宽到 2.5 倍。只要您家的平均收入在这个放宽后的线以下，就有机会。以2025年的预估来看，像台北市、新北市这样的都会区，这条资格线大约落在每人每月平均收入38000元到42000元之间，其他县市会低一些，比如中南部可能落在32000到35000左右，具体数字每年微调，但逻辑不变。算法就是把全家所有人的收入总和除以全家的人口数，听起来简单，对吧？但魔鬼就在全家这2个字的定义里，很多长辈会直觉地想，我家就我和老伴，我们退休了没收入，那平均收入就是0，肯定符合啊。这个想法是错的，政府法规里的全家指的并不是住在一起的一家人，而是法律上互相有抚养义务的一家人。具体包括：1. 申请人您自己； 2. 您的配偶； 3. 您所有的子女。请注意，是所有的子女，不管他们有没有结婚，不管他们有没有跟您住在一起，不管他们在美国还是在花莲，在法律上，他们都被推定对父母有抚养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阿公阿嬷会气愤又无奈，我儿子自己一家都顾不来了，哪有钱给我？
为什么还要算他的薪水？是的，这就是现行法规的规定，他先做一个推定，把所有子女的财力都纳入考量，目的是为了防止明明子女很有钱，却把父母推给国家养的状况。所以，如果您的子女其中有一位是医生、工程师，年薪很高，那么平均下来，您的全家平均月收入很可能就会冲破标准线，导致无法申请。听到这里，您可能会心一沉，但是之下请您千万别急着关掉影片，放弃希望，因为这个推定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于那些子女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状况，政府是留有特殊情况认定的弹性通道的。这正是我们后面要重点讲解的翻盘关键。过了收入关，我们来到第3关，全家总资产。这一关又分成2部分来审查，动产和不动产。这也是最容易产生以讹传讹迷思的地方。大家最常问的灵魂问题就是，我有房子，是不是就完全没资格了？之下在这里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您，有房子绝对可以申请，甚至可以领到。我们分开细说。第一部分，动产，这指的是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保险的现金解约价值等等流动性高的财产。政府会规定一个上限，通常是全家平均每人动产不得超过 XX 万元。比方说，台北市可能在2026年的标准是每人15万元，其他县市可能是12万元或13万元。怎么理解呢？假设您和老伴两夫妻申请，标准是每人13万，那么你们家的总动产除以全家人口数，得出的平均数不能超过13万。这意味着，如果家里有大量现金存款，那确实就不符合这项补助救急救穷的初衷了。它主要是帮助那些每月现金流紧张、积蓄也不多的长辈。第二部分，不动产，这就是大家心头的重担，土地和房子。规定是，全家人名下的土地及房屋，其公告现值的总和不能超过一个上限。例如台北市可能是876万元，其他县市可能是650万元或525万元。请在这里画上3条重点线。第一，它算的是全家名下的总和，不只是您自己的。第二，它看的是公告现值，不是市价，这是整个环节中最关键的认知差。房子的公告现值是政府课徵地价税、房屋税的基础，通常远低于市场交易价格。一间在旧市区市价1500万的老公寓，其土地和建物的公告现值加起来可能只有300多万。所以，您名下如果只有一间几十年前买的自己居住的老房子，十有八九，它的公告现值总额是远低于标准的。第三，除非您名下有多笔房地产，或者您唯一的房子位于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否则一般自住老宅很难超过这个标准。所以，请立刻破除有房就没资格的迷思。您该做的是去找出您的房屋税单和地价税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课税现值，把那2个数字加起来，就是政府认定的您的房屋价值。这个动作能让您心里立刻有底。好了，3大基本门槛解析完毕，但之下知道，真正的困难往往发生在那些非标准的家庭状况里。接下来才是今天这集影片的精华中的精华，我要分享几种常见的特殊状况，以及如何见招拆招的实战心法。这些都是来自第一线的真实经验，您听进去了，很可能就是您申请成功的转捩点。特殊状况1，关于子女的难题，失业、低收入、失联或关系恶劣，怎么办？这是收入关卡上最大的变数。如果因为子女收入而卡关，别慌，可以尝试以下路径。子女失业或收入极低，如果您的孩子最近被裁员，或者工作不稳定，收入很少，这反而是您申请时的有利说明。请务必请子女去开立劳保投保明细，或向国税局申请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资料清单，把这些文件附上。在计算平均时，分母不变，分子变小，平均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当且有效的做法。出嫁女儿的收入计算，法律面前男女平等，女儿的收入依法必须并入计算。但如果女儿婚后是家庭主妇，没有收入，或者她自己的家庭负担非常重，您可以诚恳地向公所承办人员或访视的社工说明，社工在进行家庭情况调查时，会评估这些家庭负担，并在报告中陈述。虽然女儿的收入形式上仍被计算，但审核机关在综合判断时，会考虑到这些负担对其实际抚养能力的影响，有时候会从宽认定。关键在于，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不说，要把实际困难讲出来。子女失联、弃养或关系破裂，这是法律上可以突破推定抚养义务的关键情况。如果您的子女早已离家，音讯全无，或者对您有遗弃、虐待等行为，导致事实上无法期待其抚养，您千万不能默默承受，必须主动出击。
您应该在申请时就明确向社会局提出该子女未履行抚养义务的声明，并请求安排社工专业访视。社工会到府访谈您，也可能访谈邻里长，了解实际生活状况和亲子关系，查证子女是否确实长期未联系，未给予经济支持。一旦社工完成评估报告，认定该子女无抚养事实，社会局就可以在计算全家收入时，依法将该名子女排除不计。这意味着他的收入完全不会影响您的申请资格。这条路帮助了无数与子女断绝往来的独居长辈成功获得补助。请记住，申请福利是您的权利，揭露家庭困境是为了保障权利，一点都不丢脸。特殊状况2，资产的边缘站，存款刚刚超标一点点，有没有救？有时候调阅财产资料，发现平均动产是每人13万5千元，而标准是13万元，就多了5000块，被驳回实在扼腕。遇到这种边缘案件，可以尝试2个方向。一、书面说明，在申复或陈述意见时，可以诚恳说明这笔稍高的存款的特定用途。例如，这是为预计不久后要进行的牙齿治疗、白内障手术预存的医疗基金，或者是亲友暂时寄放、不久就要还的款项，甚至是传统上为自己准备的身后事费用。虽然法律看数字，但承办人员是人，一份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的说明，有时能让审核者做出更贴近实情的判断。第2，事前合理规划，这是指在计划申请日之前的一段时间，对家庭财务进行一次健康检查与合理调配。这不是教您非法隐匿财产，而是将资金用于改善真实生活需求，降低账面数字。比如，把家里坏了很久的热水器换掉，把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线更新，购买一台需要的电动代步车或医疗床垫，甚至预付1整年的健保费或保险费。这些都是合法、合理且能提升生活品质的支出，目的是让您在正式送件审查的那个时间点，您的存款余额能落在标准之内。这是一种积极的财务管理，让资产状态更真实地反映需要辅助的生活境况。特殊状况3，福利的选择题，我已经在领老农津贴或其他补助，还能领这个吗？这是一个择优领取或不得重复领取的原则。如果您已经是领取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的农友，或是领取荣民救养给付的荣民伯伯，通常就不能同时在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因为政府资源要合理分配。这时，您需要比较哪一项对您更有利。一般来说，老农津贴金额固定且不审查子女收入，对许多老农民更划算。但是，请注意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这个择一是针对申请人本人。如果您的配偶并没有领取老农津贴，而他本人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条件，那么他可以完全独立地提出申请。夫妻2人的福利资格是分开审核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一家只能领一种，从而让另一半的权益睡住了。最后，之下带大家走一遍最实际的申请流程，真的不复杂，自己就能办，省下代办费。第1步，准备文件，这是成功的基础。申请人的身份证正本及印章，申请人本人的邮局存折封面影印本，全户户口名簿，其他辅助证明文件，如前面提到的子女失业证明、身心障碍手册、重大伤病卡、医疗费用收据、社工访视报告初稿或申请表等。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把相关的证明尽量带上。第2步，前往办理地点，带着所有文件，亲自到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进去后，找到社会课、社会福利科或社会人文课的柜台。第3步，开口申请，直接清楚地告诉承办人员，您好，我想申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这是我的证件。之后，承办人员会给您申请表格，并依据您提供的户籍资料，透过连线系统调阅您和计算人口最近的财税资料、保险资料和财产资料。这个过程您只需要配合签名确认即可。第4步，等待审核与结果。送件后，审核时间通常需要约1个月，期间可能会有社工进行电话访问或家庭访视，请保持电话畅通，并如实回答。核准后，补助款会直接汇入您指定的邮局账户。最棒的是，这笔钱会从您申请的当月开始补发，不会因为审核时间而让您损失权益。乐龄养生的家人们，之下最后还想说几句心里话。台湾的社会安全网，这些福利制度就像公共建设一样，是我们大家缴的税一点一滴建起来的。但它有个特点，就是不告不理，您不去申请，它就不会自动生效。我想告诉您，积极争取自己合法的福利，一点都不丢脸，这恰恰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代辛苦了大半辈子，可能积蓄不多，但总算有个窝的长辈来说，这每月3000多、7000多的稳定津贴，
不是施舍，而是能让您腰杆挺更直，生活过得更安心的尊严金。希望今天这长长的分享能像一盏小灯，照亮您心中关于福利申请的迷雾。请您今天就行动起来，翻翻您的存折，找出您的税单，拿起计算机简单算一算，如果心里有70%把握，明天就鼓起勇气去一趟区公所吧，就像去银行办事一样自然。问：不用钱，申请也不用钱，但是那一问一申请背后所打开的机会，却可能实实在在地滋润您往后的每一个月。如果觉得之下今天的话题对您有帮助，请务必在影片下方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并订阅乐龄养生频道。更重要的是，请您将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每一个可能需要的朋友、邻居、社团伙伴。我是张之夏，我们下次见。